大家好，欢迎来的三更奇谈社频道。今天我们要揭秘朱元璋从乞丐到帝王、洪武大帝的硬核人生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穿越到元朝末年的亳州，看到一个饿得眼冒金星的和尚正蹲在路边啃发霉的窝头，旁边还扔着半块讨来的馊豆腐，你敢信吗？这个连明天饭辙都没着落的穷小子，40年后会穿着龙袍坐在金銮殿上，把不可一世的蒙古铁骑赶回草原，还顺手建立了一个延续276年的大明朝。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位中国历史上最接地气的开国皇帝朱元璋。这哥们儿的人生剧本简直比现在最火的逆袭爽文还敢写。从赤贫孤儿到游方和尚，从起义小兵到红巾军领袖，最后把元顺帝的宝座抢过来自己做。更绝的是，他这辈子杀过的贪官能从南京排队到北京，却又给老百姓修了无数水利。他怕功臣谋反几乎杀尽开国元勋，却又制定了中国史上最严格的反贪法案。这矛盾又硬核的一生，到底藏着多少颠覆认知的秘密？元文宗天历元年，也就是1328年，安徽亳州钟离县的一个茅草屋里，朱五四没错，这就是朱元璋他爹的名字。元朝老百姓没文化，起名就这么随意的老婆陈氏生下了一个男娃。这孩子出生时据说红光冲天，邻居还以为着火了，提着水桶跑来救场。当然，这大概率是后来史官给开国皇帝加的戏，真实情况可能是这娃一落地就嗷嗷哭，因为家里连块裹身的破布都找不到。朱家祖上3代都是佃农，简单说就是给地主打工的职业长工。朱元璋小时候叫朱重八，为啥叫这名？因为在元朝，老百姓没当官的话不准取正经名字，只能用父母年龄相加或者排行来称呼。他上面有3个哥哥2个姐姐，一家人挤在地主家的牛棚旁边，每天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吃顿饱饭。但命运偏要跟这家人开玩笑。1344年，淮河两岸先闹旱灾，后闹蝗灾，接着又爆发了瘟疫。短短半个月，朱元璋的父亲、母亲、大哥接连去世。这时候的朱重八才16岁，连块埋葬亲人的地皮都没有。地主刘德把他像赶苍蝇一样赶走，最后还是邻居刘继祖可怜他，给了块荒地让他安葬家人。多年后成为皇帝的朱元璋回到故乡，没杀刘德，反而给了他良田，却追封刘继祖为议会侯，让其子孙世袭罔替。你看，帝王心术里从来都藏着普通人看不懂的恩怨分明。为了活命，朱重八跑到黄觉寺当了和尚，但这和尚当得比乞丐还惨，寺庙里也没余粮，方丈让他们出去化缘，说好听点是化缘，其实就是讨饭。这3年里，朱重八背着破包袱走遍淮西大地，挨过骂，受过辱，甚至被恶狗追着咬过，但也见识了民间疾苦，看透了元朝官吏的腐败。后来他回忆这段日子时说，我光着脚走在霜雪地里，心里却烧着一团火，这团火后来就烧遍了大半个中国。25岁那年，朱元璋收到发小汤和的信，邀请他参加红巾军。刚开始他还犹豫，造反可是掉脑袋的买卖，但架不住有人告密，说他私通反贼，这下没辙了。朱元璋咬咬牙，娘的，反了！此处可配卡通拔刀音效，谁也没想到这个讨饭出身的和尚打仗居然是个天才。他投奔郭子兴后，每次作战都冲在最前面，缴获的战利品全分给弟兄，立了功也说是大家的功劳。郭子兴一看这小伙子靠谱，不光提拔他当将领，还把养女马氏嫁给了他，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马皇后。这马姑娘可是朱元璋的幸运星，
后来多少次朱元璋要发脾气杀人，都是马皇后在旁边劝住的。但真正让朱元璋脱颖而出的是他的战略眼光。当其他起义军忙着抢地盘时，他听从谋士朱升的建议，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，悄悄在应天现在的南京建立根据地，招兵买马，发展生产。这招太狠了，别人打得头破血流，他在后面闷声发大财，等实力足够了再出来收拾残局。当然，朱元璋的逆袭路上从来不缺惊心动魄的名场面，比如和陈友谅的鄱阳湖大战，这可是中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水战之一。陈友谅带着号称60万的大军，战船大得像小山，朱元璋只有20万人，船都是些小渔船。结果呢，朱元璋硬是靠着火攻和灵活战术，把陈友谅的巨舰烧得跟烤鸭似的。据说陈友谅中箭身亡时，朱元璋正在船舱里啃烧饼，这淡定劲儿，不愧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狠角色。1368年正月初4，40岁的朱元璋在应天登基，定国号为明，年号洪武。穿上龙袍的那一刻，他会不会想起当年那个啃发霉窝头的自己？不好说。但他干的第一件事就震惊朝野，把皇宫里的空地全开辟成菜园，让太监宫女们种菜。这苦日子过惯了的皇帝，连浪费1寸土地都觉得心疼。当了皇帝的朱元璋，性格里的矛盾更突出了。他对老百姓是真好，修水利，免赋税，办学校，还规定贪官只要贪污超过60两银子就剥皮食草，就是把人皮剥下来填上草，挂在衙门里警示后人。但他对功臣是真狠，胡惟庸案、蓝玉案前后后杀了好几万人，连跟着他打天下的老兄弟李善长都没放过。这事儿一直被后人骂，但换个角度想，一个从社会最底层爬上来的皇帝，可能比谁都怕失去权力吧。洪武31年，71岁的朱元璋躺在病榻上，望着窗外他亲手种下的那片菜园。从朱重八到朱元璋，从乞丐到皇帝，他的一生就像一场跌宕起伏的大戏。他推翻了残暴的元朝，却又建立了严苛的制度。他让老百姓过上了安稳日子，却又让朝堂布满了血腥。或许正如他自己所说，我本怀幼不医，天下与我何家焉。是啊，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，最终站在了权力的顶峰，这本身就是个奇迹。至于功过是非，就留给我们这些后人慢慢评说吧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你觉得朱元璋是雄才大略的开国明君，还是猜忌狠毒的铁血帝王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关注我，下期咱们聊聊比朱元璋更传奇的女人——大脚马皇后，看看她是怎么管住这位铁血皇帝的。